嗨，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Memory OK 2这个功能。那这个功能其实是一个救援的功能，它的目的是救援万一不幸因为低润所造成不开的情况。好，所以一般情况呢，它是不会发生的。哦，也就是说它不会动作。好，那进入主题之前，我们先来稍微讲一下所谓的低润相容性。那一般会发生这种问题的时候，有几个因素啊，通常就是低润频率越高，发生几率越高啊。可能原因归类有几点，前三个是硬件部分，比如 CPU 低润跟主机板。第四个就是入耳，那入耳又分成两大类，两大类。一大类就是 CPU 厂商，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 Intel 的 MRC Core 或者是 AMD 的 Arisa Core。那另一类就是各家板厂自己下的入耳。好，那为什么会 CPU 低润、主机板都有关系呢？简单举个例来讲，大家可以看到这4支低润，这都是 DDR4， 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都不一样。大家仔细看它颗粒的位置，跟它的间距。好，这只是肉眼一看就看出来，但是要细看，可能又有颗粒的差别。然后颗粒又有什么带，就是 Virgin 不一样。好，然后再来是PCB 的层数。然后它还有single side double side， 就是单面双面哈。同理，硬件的东西它都有一些因素在简单来讲就是可能最后会造成搭配性会出现一些 margin 不是很够的问题一般的规格下是不会发生，但是你频率越高的时候，它可能 margin 一跑掉，可能就会发生所谓的相容性问题。那通常这种问题呢，大部分大概都是靠板厂 BIOS 去解所以我这边解决方法我写板厂 BIOS。那第二个我只写一个换。那换这边所要代表一般我们会希望 users 可能自己顺序换一下甚至擦布最好可以擦一下金手指之类的。那当然，如果都不行的话，也可以换 device 如果有的话，或者是你换得到的话。那在这边还要跟大家讲解一下所谓的 memory training 在这边，其实以 Intel 来讲，我们每次开机，低润它就要跑过25项的低润演算法，就是图上这里。那这些演算法嘞，它很多又不是说每次开都一样，就是说它有时候开，比如说在很高频率，它有时候开又开得起来，有时候开又开不起来。就是它的值就是落在 margin， 就是要开不开，要开不开。好，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都可以知道它什么值是 pass， 什么值会是 fail。那不如我们就用这个机制来判断它 training pass 或 fail 来做Memory OK 2。好。OK， 那这边先快速复习一下1跟2的差异。那 Memory OK 第一代跟第二代目的一样，救援万一不幸因为低润造成不开机的情况。好，那第一代就是手动，那2代就是出厂的时候就是 on， 就是全自动化，就是可以自动开机救援3次。那最后不行就是 safe mode 开机那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切到 off， 就是不要这个功能，就是跟以前一样。hand 就是 hand 住这样。
这可能在低润制造商或是相关行业的时候需要把它 disable， 要不然会造成你浪费时间。好，那快速讲一下重点哈。disable 的时候不开机就直接 hand code， 就像这样哈。而出厂 default 就是 enable， post 遇到不开机的时候会自动重新开机。那这种重新开机的时候就会开始漏我们的 profile 123，那这123就是华硕制定的路了。好，那跑进去 memory OK2 流程的时候呢，我们在switch旁边有一个灯，它会亮，所以发现这个灯亮的时候，就是已经进入 memory OK2 了。好，所以第一次自动重开加 profile 1，再来是 profile 2。那第三次呢？因为已经到了第三次了，我们就会觉得说，第一次我们已经给你一个设定，第二次还不行，第三次我们是希望尽量帮你开，所以我们的出发点是说有开中比没开好，所以我们是不是牺牲效能求开机？就是第三次跟前两次最大的差异就是 DRAM ratio 会减1，比如说你设4800，我们就会降到4700来让你开看这样。那如果前三次都失败的时候，最后一次就是直接 safe mode 开机。那当你是走进 memory OK2 开起来的时候我们 BIOS 会提醒你说，你这时候是靠 memory OK2 开起来的。好，那这时候使用者可以选择OK， 那我就进去让 F10 离开，然后把设定存下来，下次开机就照我这个设定，我就不会一直在那边跑这个流程。那一方面也是进到提醒的共用，就是说提醒 user 说，你有这个状况，那看是不是说，你要清一下设备，或者是做一些调教之类的。好，那当然啦，如果你觉得你都不能接受，你当然可以客诉，这决定权都在 user。好，那我们这个memory OK2也不是说，就是为了逃避一些低润相容性问题而开发的。我们的出发点是救援万一不幸，至少能帮你开起来。那最后决定怎么做的决定权都还在使用者身上。好，那我们刚刚讲，我们知道会跑过非常非常多的training的演算法，所以我们就有机会在它跑的这个过程中去得知说，这个training是 pass 还 fail。所以我们整个的流程是这样的，各位可以看到 CPU、DRAM、Feature、Boot Device， 这个就是对应在我们板子上的这几个灯。我们板子比如说开机的时候，依据有 CPU、DRAM、Feature 跟 Boot Device 这几个灯，来让 user 方便出错。那这4个灯，也就是代表这4个阶段。那只是我在这边安插了一个，一般我们到 CPU 后面的时候，就是调压变频，就是开始超频。然后接下来就是到 memory 这一段的时候，我们 memory OK 就启动，然后就会去判断这里面所有的 memory training 的选项是 pass 还 fail。那一旦 fail， 我们就去跑 profile 1，然后 profile 2、profile 3这样子，然后到终止。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又买了另外一个保险，就是 WDT， 就是 Watchdog Timer。那 Watchdog Timer 的用意就是说，如果你突然死在了这个完全死机的都不动，那我 Watchdog Timer 其实是有定义一个时间，比如说20秒、30秒，等到时间到了，你都没有反应，我就直接强制你走下一个 loop， 下一个流程，避免你晕掉，一直 hang 在那。OK， 那红色这一段呢，所要讲的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我蓝的机制救援的机制是绿色这一段，低润这一段，跟顶多我 Watchdog 的机制。但过了这2个机制的时候，如果你是在这里死掉，那就是很抱歉，我就是救不到了。好 ，OK， 所以我们再快速强调一下，目的在救援万一不幸因为 DRAM 问题造成不开机的用户，多多少少都是可以发挥功用的。那
如果呢，你今天是低润制造商或低润相关生产的行业，你就是要一直去试，一直反复去试，或者是你是一个反复超频的一个玩家，那我在这边会希望你把这个功能关掉，因为怕你浪费时间，避免一直重开机浪费时间哦。那刚刚有提到 Memory OK 只有在这一段，哦，那离开了这一段到后面死掉，我们就是真的会拦不到。OK， 那我简单讲解就到这。那谢谢大家的收看，那也特别感谢参与此专案的所有人。那我这边要实际演练一次，Memory OK2它跑的一个整个过程。好，那我先切一下萤幕。我用的这一组是 Kingston RGB 4000 XMP 4000的马9，大家可以看到4000，那我现在已经是4000了 Kingston。好，因为我是故意要让它跑进去我Memory OK2的流程，所以我故意让它很高很高，让它故意死掉。我从4000调到4800，那大家可以仔细看 switch 旁边这个灯。OK， 刚刚有亮了哦，一次。2次。3次，第3次。OK， 大家可以看到 Memory OK， 我们提醒你，就是说，你这时候是靠Memory OK2开起来，那刚刚它其实是跑到第3节，就是DRAM ratio -1，所以我是设了4800，现在是4700开起来。好，那这时候你可以 F1 进去 BIOS， 然后 F10 离开存了，那你下次开机你就不会一直重跑那个流程了。好，那我今天影片就到这边，那谢谢大家，谢谢。